美国议长选举尘埃落定，麦卡锡首次提及中国，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大家好，我是肖一华。麦卡锡大概率会窜访台湾，继续攻活两岸局势，给大陆添堵。台湾问题或将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近日，内部分歧严重的共和党经过连续多日的讨价还价和妥协让步后，最终达成了利益上的交换。此前以一票之差未能过线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于7日凌晨在第15轮众议院议长选举投票中绝处逢生，成功当选美国新一任国会众议院议长，并于当日宣誓就职，从佩洛西手里拿过了接力棒。作为佩洛西的继任者，麦卡锡当选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呢？据悉，在麦卡锡确认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中便提及到了中国。他表示，新一届的国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和中国崛起等在内的长期威胁。为此，麦卡锡称众议院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工作的核心便是研究如何把流向中国的几十万个工作岗位再给夺回来，确保美国在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事实上，并非这位新议长首次就中国问题表现强硬。这次宣布要成立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最早他在去年12月15号被提名为众议院议长时说的。有种说法认为，这个委员会今后还会在贸易和国家安全等领域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攻击和抹黑中国，这一点我们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最坏的打算。种种迹象表明，走马上任的麦卡锡在对华问题上相比前任佩洛西态度更加强硬。麦卡锡曾立下誓言，他所掌控的众议院将会采取比民主党更为强硬的对华立场。因此，哪怕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和 G20 峰会后，两国关系已经趋于缓和，但拜登政府想要修复对华关系以及缓解通胀压力的想法却难以实现，因为麦卡锡执政的国会大概率会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政府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措施。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麦卡锡质疑拜登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上有些宽松，必须加码。麦卡锡此前曾对媒体表示，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将不会允许中国在美国设立所谓的海外警察服务站，还将疫情横行和美国的芬太尼泛滥的锅甩给中国，甚至将中国污蔑为头号的知识产权盗窃国。如果说在竞选议长之前，麦卡锡的激进言论可以理解为给自己胜选造势，那么从他当选后的表现来看，他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华派和鹰派人物。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中方领导曾强调，台湾问题是摆在中美之间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就在佩洛西不顾阻拦，执意窜访台湾地区，引发中美之间极大的外交风暴之后，麦卡锡更是火上浇油，表示自己也将率代表团窜访台湾地区，完全不顾局势失控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此前有分析认为，麦卡锡为了降低事件背后的敏感性，也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可能会在当选议长之前，仅仅以共和党领袖而非美国政界3号人物的身份去窜访台湾地区。不过，麦卡锡并没有这么做。那么，麦卡锡是否会在任内效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兑现自己当初的豪言壮语呢？分析认为，麦卡锡大概率会窜访台湾，并且会选择在两岸关系稍微缓和之际，继续攻活两岸局势，给大陆添堵，而台湾问题将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中美两国未来几年因为台湾问题的角力很可能会不断升级。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这是中方一直在重申的一个底线。看最近几天围绕台湾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就是上月28号，
在解放军结束台海军演之后，韩国议会副议长郑玉泽等人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蔡英文等台独分子会面，引起中韩之间的关系紧张。而美国当局也不甘示弱，在1月5号，美海军中鹰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并大肆炒作所谓的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很显然，美舰这次选择避其锋芒。在解放军完成对台大规模海空军联合演练结束之后，穿越台湾海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安抚岛内受到惊吓的亲美谋独分子，同时也向大陆方面示威。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中美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都烘托到这个程度了，那再下去就只能是激烈交手了。假如麦卡锡真的在某一天窜访台湾，那么相当于直接捅破了窗户纸。如果连续1个多礼拜的高强度、大范围的围台缩岛演习都不能震慑美台勾连势力，那么预示着解放军必须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遏制事态进一步发展。到时候，中美之间不排除会因为台湾问题而走向直接对抗，后果将不堪设想。麦卡锡也或将成为加速中国完成统一的头号功臣。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